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要討論的是，讓有家中有小孩的我也關心。其實不只是家長，每一個在職場上打拼的專業人士，最近一定都感受到了一股強烈的焦慮。當生成式人工智慧可以瞬間寫出完美的程式碼，產出精準的行銷文案，甚至解出複雜的微積分方程式時，人類過去引以為傲的知識護城河似乎正在瓦解。我們不僅會在心裡問：如果機器什麼都會，那我們到底還剩下什麼價值？這個問題正是我們今天必須直球對決的核心。為了拆解這個龐大的議題，我們今天會探討6個關鍵領域。首先是人工智慧時代的教育焦慮，第二是解碼4大關鍵能力，接着看教師角色的進化，第4是探討引導為何勝於給予答案，第5從青年圓夢計劃看洞察，最後找到科技與人文的平衡。這6個政策與思維的轉向，不僅僅是教育部的單一計劃而已。理解這些結構性的轉變，也是確保你我未來職涯壽命的關鍵，真的非常重要。重點來了，我們進入第一部分，人工智慧時代的教育焦慮。我們到底該如何跨越對知識貶值的恐慌？當人工智慧無所不知的時候，我們到底要教什麼？這個問題，相信很多人都在心裡問過。我們必須先跨越對知識貶值的恐懼。現在很多人的焦慮來自於一個假設，那就是如果人工智慧能瞬間完成所有的認知工作，那我們把孩子送去學校死背書，到底還有什麼意義？其實，我們冷靜下來分析，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我們可以回顧一下計算機剛剛發明的時候，當時也有很多人驚呼數學這門學科要滅亡了，對吧？但事實證明，計算機並沒有殺死數學，它反而拉高了人類運算的基準線。它讓人類把大腦寶貴的算力從枯燥的加減乘除中解放出來，進而創造出微積分的高階應用，甚至把人類送上了月球。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本質上就是新時代的認知計算機。當它無所不知的時候，我們必須從單純的獲取知識，徹底轉向知識的轉化。過去200年的體制把人腦當硬碟，誰能儲存最多標準答案誰就贏。但是現在死記硬背的匯率已經暴跌了啦。未來真正高價值的貨幣，是你如何將智慧應用在解決現實世界的複雜問題上。這就是教育部政策轉向的核心哲學，我們稱之為知識轉化。它代表着一個將靜態的事實轉化為具體行動情報的過程，最終目的是為了解決複雜而且真實的難題。過去我們常常感嘆所謂的學用落差，也就是學生在學校考了100分，進入企業卻連一個專案都無法獨立執行。原因就在於他們擁有大量的靜態知識，卻缺乏將知識轉化為情報的能力。100億人才方舟計劃的誕生，就是要從根本上重塑這個思維模型，讓下一代具備真正的實戰能力。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第2部分，解碼4大關鍵能力。我們來看看政府為下一代打造了什麼樣的生存藍圖。政府為了應對這個大趨勢，投入了高達117.5億元的預算來推動這項系統性變革。這並不是憑空想象的政策，而是深度參考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大量國際研究。他們為台灣精煉出這4項未來能力：第一，應用人工智慧進行自主學習。科技讓自學門檻降到史上最低，主動探索將決定你的成長天花板。第二，負責任且合乎倫理地使用人工智慧，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每天都在面對深度偽造和假訊息的攻擊，缺乏批判性思考與辨識能力，科技反而會成為武器。第三，運用人工智慧解決複雜問題，也就是我們剛剛強調的知識轉化力。第4，也是最核心的護城河，那就是培養同理心等無可取代的人類特質。各位，當機器處理數據的能力沒有極限時，能夠敏銳感知他人情緒，擁有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的同理心，以及跨領域的溝通協作能力，這絕對是自動化浪潮下人類最堅不可摧的堡壘。我們繼續聊下去。第3部分，教師角色的進化。這是一個從知識傳遞者轉變為學習引導者的重要過程。這不僅適用於教育工作者，也同樣適用於企業裡擔任主管的中階專業人士。這個時代帶來了一種獨特的職場焦慮，
我們這些人工智慧移民必須去教導、去管理那些一出生就在數位環境中長大的原住民。傳統的教育與管理模式是單向傳遞標準資訊，並期待對方給出標準答案。但在新時代，你的價值不再是腦子裡裝着最多知識的人，因為你永遠背不過雲端資料庫。新時代引導者的核心價值在於成為激發批判性思考的教練，設計充滿挑戰的學習體驗，並且陪伴心理與情緒的成長。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也是一樣，你們的價值在於實務淬煉出來的判斷力，而不是單純的資料處理速度。實務上究竟怎麼運作呢？我來分享一個來自嘉義市民生國中數學老師的真實案例。這位老師並沒有把人工智慧當成作弊工具，而是把它當成強大的教學助教。他利用科技將枯燥的數學解題公式改編成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學生在互動和遊戲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就把複雜的公式全記了下來。結果非常驚人，這個班級的數學成績出現了戲劇性的成長。這完美證明了，當你將科技融入方法論，而不是只把它當成提供資料的機器時，你就能創造出極高的附加價值。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第4部分，引導勝於給予答案，這是台灣推動教育型人工智慧的核心哲學。面對強大的科技，全球也出現了反彈聲浪。例如，瑞典和芬蘭等國家開始考慮在學校禁用人工智慧。他們的擔憂很合理。如果一個人還不會走路，你就給他一雙翅膀，他還會想學走路嗎？面對這個爭議，台灣選擇打造封閉式迴圈的教育型人工智慧。一般的生成式工具目標是追求效率，它會立刻輸出直接的最終答案。但是教育部開發的因材網系統則完全不同，它採用的是蘇格拉底式的提問法。當學生輸入一個問題，系統不會直接給出解答，而是反問引導性的問題。如果算錯了，系統會自動追蹤學生的運算邏輯，精準診斷出是哪一個概念不清楚，然後強迫學生進行深度思考。它就像是一位嚴格且耐心的專屬家教，確保你在獲得翅膀之前，不僅學會了走路，還練就了強健的思維肌肉。第5部分，青年圓夢計劃洞察。這個計劃強調的是投資真實世界經驗以及多元人才的培育。要在人工智慧時代生存，絕對不能只盯着螢幕。真實世界的摩擦力、全球化的視野以及對不同文化脈絡的深刻理解，才是不可取代的競爭力。這就是政府推動青年圓夢計劃背後的戰略意義。政府將這項計劃的預算倍增到了20億元，其中300這個數字具有極為重要的指標意義。政府特別保障了300個名額，專門保留給偏鄉、離島以及經濟相對弱勢的學生。這點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未來的貧富差距往往不是硬體的差距，而是獲取真實世界經驗的機會差距。讓缺乏資源的孩子也能走向世界，是維持社會創新活力的必要投資。促成這項改變的是一段非常有力量的對話。一位參與計劃的高中生直接當面向總統建言，他說：“不要永遠只找第1名的孩子，應該給第2名甚至資源匱乏的孩子一個機會。”這句話徹底打動了決策者。在真實世界的商業戰場上，真正具有破壞性創新的解決方案，往往不是來自於遵循標準答案的精英階層，而是來自於那些非傳統、非主流的視角。這就是多元人才庫對於國家競爭力的真正價值。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之前，我們先進入第6部分：科技與人文的平衡。在規世界中，為何我們極度需要文學與藝術？台灣擁有世界頂尖的科技產業，這產生了強大的磁吸效應，大量人才湧向理工科系。許多人擔憂，讀人文、歷史、藝術的人是不是就沒有未來了？身為資深分析師，我必須堅定地告訴各位，純粹的理工技能在未來是絕對不夠的。真正的創新依賴的是跨領域的生態系。工程師負責打造強大的底層工具，但最終決定產品生死的是使用者體驗。你可以想象一下，市面上那些頂尖的智慧型手機，它們之所以成功，不只是因為晶片運算快，更是因為界面設計完全符合人類直覺。
這背後需要說故事的人、認知心理學家以及藝術家來定義產品的樣貌。如果沒有對人類社會與心理學的深刻理解，演算法充其量只是一堆冰冷的程式碼。人文學科的學生絕對沒有過失，你們正是為科技提供應用場景與溫度的人。我們常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人工智慧再強大，終究只是服務人類社會的輔助工具。人類社會之所以能持續進步，是因為我們懂得如何溝通、如何合作，並且擁有創造更美好生活的渴望。這份專屬於人類的溫度，才是我們最終極的競爭力。那麼，在明天踏入辦公室或教室的那一刻，你是打算繼續做一台低配版的資料處理機，還是成為那個擁有溫度的引導者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面對 AI 浪潮，我們不該恐懼。教育與職場核心已從獲取知識轉向解決問題與培養同理心。無論是人才方舟還是圓夢計劃，都點出一個真理：科技只是輔助，人性、溝通與跨領域合作才是無可取代的競爭力。未來的贏家是善用 AI 並保有溫度的人。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